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小杨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！今天邀请了一个重要的嘉宾，来，Hello， 真重量嘉宾女胖胖。今天我打算请你吃一条鱼，猜一下。等下是猜一下还是拆一下？猜。哦，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猜一下多重嘛？我猜一下，它有60斤。四舍五入是100斤。跟我一样重了。猜出来给你看一下，鱼拿出来看一下。哇，因为有点重。哇，这么大的鱼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。来，摸一下，没事。摸一下，抚摸一下，金钱的味道。这条鱼多少钱啊？加运费4000块钱。小哥，你每期视频成本好高啊，4000块，那观众不得来个回波血？这个一下啊，其实也还好啦。我们之前做过最大的月亮18000呢，它是钓上来了60斤，然后换完水寄过来53斤，比你重吗？跟我一样重。53。哦不，那也没有那么轻了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么大，这么贵？这个呢，我们中文水名叫章红，也可以叫它高体丝、肚刺丝，还有红缸，指的就这个东西。在日本人的话，那边是很喜欢拿来做刺身。但我们今天这条鱼是26号钓的，到现在应该有5、6天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拿来熟了吃吧。我觉得你应该吃刺身也吃不习惯嘛。我也吃不太习惯。对，一般来说我们这边也有养殖的哦。当然我们这条是野生的大章红，很少见。60斤，你会不会处理啊？我觉得你也不太会啊。我处理的，不知道你敢不敢吃吗？要不这样子啊，等下我教你怎么处理。好，你教我怎么处理。其实这个鱼还挺新鲜的，眼睛很亮，有没有？它的眼睛像那个玻璃珠一样的，而且很 Q 弹。对呀，那我先给它鱼鳞打一下吧。今天给你做2种吃法，一个就是烤鱼脖，然后一个呢就是拿来酱牛菊，非常好吃。这个以前偷水的。这个电动的打鱼鳞很快的，高科技啊，这个。相信科技。它鱼鳞打到处飞，我们换一个方法吧，因为这样子割三文鱼一样割，要不要让你尝试一下？可以，它这个鱼鳞刮出来好整齐啊！我第一次看鱼鳞可以刮的这么大一片出来，我来尝试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手感很好吧？对 ，QQ 弹弹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那边手小心点啊！一不小心给它的肉割裂了。这个要杀几个小时啊？因为拍视频可能会比较晚一点。不需要我帮忙吗？不要，它这个鱼皮很薄，所以很容易割破的。那我先去睡一觉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很多强迫症的小伙伴很喜欢这样子，就喜欢看你割。我自己也喜欢这种，感觉很舒服。我感觉这个鱼头我可以给它带回去做一个剁椒鱼头视频。可以。割这个鱼鳞真的要很有耐心，鱼腩这个部分很难割。真的好有耐心哦，小文哥。哇，你这里真的到处都是海鲜。对啊。这儿还看见一个螺。螺壳很多。螺壳。我听一下有没有海的声音。可以。啊，小文哥喊我去他家吃饭了。换一边来继续哈。感觉我们杀了很久才杀到1/10。像这种鱼还有2个品种，一个叫黄条丝，一个叫五条丝，都是属于生鱼科的高级食用鱼，顶级的刺身鱼。它们那种刺身的话，基本上就不会去这个鱼鳞了，因为这个皮是不吃的。刺身它不吃这个皮。我们今天熟了吃完，我觉得这个皮应该也挺好吃的。这个差不多已经割完了吧？可以了，接下来要给它处理一下内脏。这条鱼真的巨大，其实4000块钱还算便宜。这个纯野生的真的不贵，而且加快递费，真正买的话一斤才60多块钱。小文哥在这杀鱼杀了2、3个小时了，我也啥也不会，啥忙也帮不上，看都看累了。要是你就放弃了的。尾巴先给它剁掉，它这个部位原来是换水的，所以是受伤了。这个尾巴你拿在手上，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什么？杀生的武器，护送师傅上西天的那个武器。你在护送我上西天？哇，这个鱼好厚哦，整把刀都进去了。割这个鱼肉手感很好的，要不要让你尝试一下？我来试一下。另外一半等下交给你。另外一半交给我是吗？对，这一半我先给大家取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鱼太大了，你得帮我这块肉拿着。好，帮你掰起来。小心点啊，手不要伸太进来啊。OK。哇，有点大。我先把你这个头开一点。好。然后你来割。这是我第一次杀鱼。小心一点。还杀。鱼随便割没事，手不要割到了。还杀了这么大的鱼。这个鱼骨太硬了，这个鱼。这个鱼骨可以用来干嘛？可以拿来炖汤，也可以拿来椒盐。这里面都是骨髓啊，果冻一样的。QQ 弹弹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美容养颜。直接给它分成2半嘛，太大了这鱼。我们今天几个人吃这一条的1小块应该就够了。剩下的这个
换给邻居朋友，你要不要打包上飞机带回去？哎呀，这样这么说，那肯定，关键飞机能不能上，那肯定要这是一回事。带一点的。给它改一下小块，这个用来姜油焗。这个鱼肚真的好厚，切一点进去焗，让你尝一下这个鱼肚啊。你要是牙齿不好的咬不动。现在给它腌制一下啊，拿点姜、葱，82年的青红酒，给它抓均匀，腌制一会儿，去一下腥味。现在这个鱼脖也要给它腌制一下，来点盐、清酒，去一下腥味。这个鱼脖先用清酒给它冲一下啊，然后先用厨房纸给它洗干一下。撒盐，盐可以多撒一点，然后给它涂抹均匀，放在那里腌制一会儿。那么先来做一下这个姜焗了。姜焗，对，先来调一下这个姜油、生姜，再来点盐、糖、盐焗鸡粉、鸡汁、鸡精，再来点小米辣，淋上热油，再把葱花、葱白给它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香不香？香啊！先尝一下这个底料，那个油一浇上去，香味儿就飘出来了。对，很香。哇，好吃。这个酱料做出来的鱼肯定很好吃。我们先把这个鱼脖先给它放进烤箱烤啊。哇，这个烤箱提前预热过了，上下230度火，这个可能要烤30-4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下焗了啊。好，今天就不过热倒油了，胖胖倒油，胖胖倒油，加生姜、干葱头，给它炒一下，再来一碗蒜子，还有大葱。一起给它炒出香味。你一定要把这道菜学会了，很好吃。哦，我可以学会。先要把这个鱼肉全部给它铺上来哦，还有鱼肚。再给它铺上刚刚调好的酱。哇，这真的香，太香！哎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等5分钟就可以开吃了。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盐烤了，鱼脖，对，这个烤的还差挺多的，还没有上色。我们先吃那个焗的，这个应该可以了。哇，好香啊！真的好香。看着不争气的眼泪有没有从嘴角流下来？哇，出锅！这个石锅真的好重啊！来，开吃了，胖胖。来啦！先给你整一杯82年的青红酒，来点酒啊，压压惊。应该说庆祝一下。庆祝你今天辛苦了一天的劳动成果。嘿，怎么样？喝不来酒。我估计很多人都喝不来。但是很清口。喝完以后有没有感觉？品到后面嘴巴会回甘回香。有，现在还有点那个嗓子，还有点那个感觉。鱼肚最好的，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好有嚼劲啊，口感好棒哦。好吃吗？这个鱼肚太棒了，但我个人觉得咸了一丢丢。很脆。其实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没有那种鱼肚的东西，就是鱼肚一般都是鱼肚子上的肉嘛，但是它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鱼肚，就是鱼的肚子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有没有腥味？没有腥味。而且它特别有嚼劲，那我牙口不好的人可能都吃不了。尝一下这个鱼肉。嘿，它鱼肉是一直都是这么有嚼劲的嘛？它这个鱼刺身的鱼，如果说煮熟以后，它就是这样子比较有嚼劲。但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生姜铺满了就是煎出来的鱼，一般都是吃那种蒜蓉的比较多。第一次看到用这种生姜给它剁碎，然后铺在这个鱼上面吃出来的，而且这个姜毫无违和感。其实这个味道真的很好，就这个鱼的品质差了一点，就跟我们之前那条白化龙龙比起来差太多了。因为那个鱼肉很嫩很滑，而今天这个有点偏柴，因为这种是刺身的鱼，熟了以后都会偏柴一点。哇，好糯，但是这个味道真的好，很入味。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肚，我觉得它的嚼劲、口感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。对，你酒喝不来，饮料给你倒一杯。干杯！全干了。是不是太咸了？口渴了吗？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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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了。这个烤了也可以了，撒一点点葱花，超级香。来吃，小王哥。该辣椒粉过期了，没有辣椒粉，这个是孜然，这个是椒盐。来，尝一下，直接下手。怎么有一种吃羊腿的感觉？实话，这个烤的怎么样？
我烤的很不错啊，表皮特别的酥脆。点评一下，我说了不算。我觉得它，就一般的烤鱼烤不出这种感觉来，因为它的肉很厚，然后它烤那种焦壳感的也比较多，然后它的口感就会更脆一点。是吗？你要试一下这个才真正的酥脆。来，我来蘸一点这个椒盐试一下这个脆脆的皮。会不会太咸蘸？不会咸，哪里咸了？都没吃到咸的味道。就这个好香啊！哇，这种感觉像吃牛肉干一样，风干牛肉干的感觉。真的好香。我发现可能是不是只有这种鱼才能烤出这种感觉，因为它的肉质很紧实。金枪鱼也可以这样烤。金枪鱼可以烤到这么厚的皮吗？可以啊，也可以烤这样子。鱼脖这里也是还比较丰富的。来试一下中间的下巴的肉，嫩嫩的肉。对，这个比身上的肉嫩很多。真的很嫩哎。就是不够入味一点哦，你可以沾一点椒盐。好烫。看，小心点。就有一种它身上每个部位的肉质都不一样。我这个再撒一点点辣椒粉就非常完美了。这个鱼我烤的真的好香哦，焦香啊！叫他们来吃一点吧。我们先做个总结吧。你觉得这种烤的脖子好吃，还看身上的那个姜橘的好吃？我觉得那个姜橘的好吃一点，因为它味道更重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吃重口的，像这个它就比较清淡，就抹了一些盐，就腌了一下之后就烤出来。它这个主要是口感，那个主要是味道。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味道比较重的。像那个的话，我感觉给我一碗饭我都可以干掉那种，下饭吃特别香。一个大白馒头和那个酱就很好吃。对，但从肉质来说的话，就它这鱼的这部分的脖子上的这部分肉是最香的，很嫩，它油脂也更丰富，香味也更浓郁，风味更独特一点。主要是技术在那儿。你觉得这条鱼4000块钱它值不值？我应该说它值还是不值呢？4000块钱的确有点贵。我个人觉得还挺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鱼肚真的很好吃，跟石斑鱼不相上下。那的确是。然后你看我冰箱里还剩那么多肉，可以分给全村人了。可以荤一下，给大家荤一下。感谢小文哥这2天的豪宴盛情，让我开了眼界。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